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拒绝美国压低俄罗斯油价的要求。外电报道，美国财政部的部长耶伦表示他和中国有关领导人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给俄罗斯的出口石油价格要设定一个上限。但是中方发言人表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希望各方面能够努力的推动乌克兰局势的降温。很显然中方没有理睬美国的期待。如今的石油价格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战略问题。美国拜登政府想要便宜油价，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战略目的。首先是为了降低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挽救岌岌可危的政府的支持率。第二个目的是希望打击俄罗斯的进口收入，让俄罗斯的财政面临更大的困难，或者放弃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最好是让普京政府垮台。应该说美国的这两个战略目的都和中国没有什么共鸣。普京垮台对中国的危害甚大，中国拒绝美国的要求是必然的。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油价太高当然会影响民生的。我们每次去加油站发现油价又上涨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的。石油所涉及到的还不仅仅是个加油站的油料价格问题，还涉及到塑料制品、化纤等诸多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油价太高对谁都不好。但是中国的石油进口价并不完全按照国际市场牌价，随行就市的。在2月1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中国和俄罗斯就签署了关于石油供应的长期的协议。中国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长期大量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中国的进口油价。此外中国还与其他石油输出国签订了类似的长期的供应协议，包括沙特委内瑞拉等等，有效地规避了国际石油价格剧烈的波动给中国带来的冲击。美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做呢？其实美国的石油储量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全球石油的输出大国，它完全有能力凭自己的石油储量和石油产量控制住国内的石油制品的价格。但是美国是一个有财团操作和控制的国家，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石油资本集团赚取利润的决心和意志。什么民生民主自由和盈利相冲突的时候，通通靠边站。拜登政府并不是没有向石油集团做过呼吁，拜登就公开呼吁，美国正面临战争和全球的危机，希望加油站降低油价。加油站的老板还没出来说话呢，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就跳出来指责拜登，要么是故意误导，要么就是对基本市场动态误解很深。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呼吁北约集团给俄罗斯的出口油价制定一个上限。拜登刚刚结束的中东之行，主要目标也就是希望沙特能够出手，提高石油的产量，降低油价。还有很多人怀疑刚刚去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秘书长巴尔金多，就是因为不肯同意美国政府提出的增量减价的方案而死于非命。美国政府还通过释放石油储备的方式试图影响国际油价，这一系列的操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最近一周，国际油价已经从高点开始回落，降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下。但是美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达到了 9.1%， 拜登的办法不过是扬汤止沸。如果遏制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基本政策不发生变化，油价迟早还是会涨上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如果按照西方7国现在的制裁政策，那么国际油价上涨到300到400美元一桶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油价真的涨到了这个高位，首先要出问题的恐怕就是美国。不过这把火是美国自己点起来的，如果不是他们一再的鼓动北约东扩，一再的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就不会发生乌克兰战争。所以美国统治集团自己酿的苦酒还是要自己喝，指望中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挽救美国人，那是不太现实的。更何况美国是处心积虑的要把中国往死里整，至少美国不拿出重大的战略利益来交换，中国是不会坐下来和美国聊天的。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